欢迎来到易经名句英文在线，我是易语英华，你们的易经名句解读者。今天我们要解读的名句是履霜坚冰至。这句来自坤卦初六爻的经典语录，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深邃含义呢？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深入探讨其中的智慧光芒。履霜坚冰至，这短短的5个字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我们先来逐字解释，然后再探讨它的深层意涵。首先是履这个字，履字在这里作为动词，意思是踩踏或行走在什么之上。在履霜坚冰至的语境中，履也可以隐喻经历或接触，意味着我们不只是看到霜，而是亲身感受到它，具体到脚踩到霜的感觉，提醒我们注意眼前当下的情况。接下来是霜，霜是自然现象，初冬时水汽凝结成的薄冰层。霜的特征是薄、轻，它是一个征兆，说明天气正朝更寒冷的方向发展。所以，霜在此用来象征寒冷的开始。坚冰是冰层完全形成后的状态，厚实且坚硬，意味着寒冬的真正到来。从霜到坚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喻问题从一些细小的迹象开始，最终可能演变成大的危机。最后是至字，至是动词，表示到达或出现。它强调结果的必然性，当霜出现后，坚冰最终会来临。这里的至带有一种警示意味，提醒我们不要忽视早期的征兆。这句话出自易经坤卦的初六爻，它不仅仅是描述天气变化的自然现象，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涵。看到地面上的霜，就能预知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人们就可以提前做好御寒的准备。这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细微的征兆往往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细小的迹象察觉到事情发展的趋势，以便及早做出准备。同时，这句话也提醒我们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及早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我们精心准备了4个不同的英文翻译，来探索这句源自易经的古老智慧，履霜坚冰至。每一个翻译都以不同的角度呈现，试图展现其内在的深意。第一个翻译 Walking on frost foretells the arrival of solid ice。 在这个翻译中，履霜的翻译 Walking on frost 直接呈现了履的动态行为，清晰传递出行走在霜上的具体场景感受，特别是突出履的主体性行动。用语简洁明了，便于读者迅速理解句意。坚冰被翻译为 solid ice， 直接而有效地表达了冰的坚硬与稳定特性，与原文间的意涵契合良好。这一表述突出了冰作为结果的物理性质，但缺乏对冰冷感受的细腻描写，也未能进一步引申哲学层面的象征意涵，例如坚所蕴含的坚毅与稳重的内涵。至的翻译采用 foretells the arrival of， 呈现了因果和预兆的时间连接，语句流畅且与至的意思契合，成功体现了从霜到冰的逻辑递进。虽然预示性清晰，但 foretells the arrival of 的语气较为中性，未能充分表达出对未来可能性的警示，意味展现更深层的哲学意涵。整体来说，这个翻译直白易懂，保留了原文的直译特性，逻辑清晰，翻译简洁，语言朴实，选词上避免了过多修饰语或抽象表述。此外，翻译在结构上保持了原文的顺序感，从履霜到坚冰至，清楚地传递了因果进程，给人一种清晰而自然的阅读体验。然而，这样的翻译也限制了表达的层次感，未能充分展现原文中的警示色彩与哲学深意，例如对人事因果循环或早期征兆的隐喻性警告。第二个翻译 When frost is felt underfoot, solid ice will soon form。 这句翻译中
铝霜被翻译为 When frost is felt underfoot， 补充了感官细节，强调了霜在人行走时的直接感知，使表达更加真实、生动，有助于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行走在霜上的情景。然而，这样的表述偏向静态描写，弱化了铝作为主动行为的动态特性，未能完整体现主体行为的积极性。坚冰翻译为 solid ice， 直接呈现冰的坚硬与稳定特性，与自然现象相符，语义明确且易于理解。尽管如此，这一表达未深入挖掘坚冰在哲学层面的隐喻意涵，例如其坚实稳重所暗含的警示性与象征性略显局限。质的翻译使用了 will soon form， 准确呈现了霜到冰的时间逻辑与必然联系，语句流畅，清楚表达出自然演变的过程性。虽然语义准确，但 will soon form 的语气偏平淡，缺乏对未来可能性的警示，未能表现出更深刻的哲学意味。整句翻译风格偏向直白，强调霜与冰之间的因果关系，突出小事的征兆常预示更大的结果的理念。然而，语言表达层次相对简单，缺少文学与哲学色彩。felt 的使用更多呈现为陈述一种现象，而非警告未来可能性，少了几分预警的力量。整句第三个翻译 Frost beneath your feet heralds the arrival of hard ice。 这个翻译中，铝霜的翻译 Frost beneath your feet 描绘了霜的位置与状态，展现出和霜直接接触的场景，清晰呈现霜的所在，使读者容易联想到具体画面。然而，这种表述虽然准确，但未能突出铝的动态意涵，更偏向静态描述。此外， beneath your feet 虽清楚明白，但与 felt underfoot 相比，少了一些生动的感官表现。对于坚冰，翻译使用 hard ice， 突出冰的坚硬与不可动摇的特性，具体化了坚冰的形象，鲜明地体现其物理与隐喻双重属性。然而，对坚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并未深入挖掘，略显不足。例如，坚冰可以引申为经历寒霜后逐渐坚固的结果，这一过程隐含着事物从萌芽到成熟的逐步积累与转化，也体现了自然与人生的规律。质则以 heralds the arrival of 来表达， heralds 带有宣告与预示的意味，语气庄重而具有文学性，突出了霜作为冰来临信号的象征意涵，也增添了警示性和重要性的暗示。尽管如此，语气相对柔和，未完全呈现质所表达的确定性与必然性。总体而言，这个翻译风格清晰且富有文学性，语气庄重，成功凸显了语句的象征意涵与艺术感，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其哲学深度。然而，这个翻译更多侧重于霜的具象描述和冰的坚硬特性，语气虽稳重，但欠缺易经原文中铝的主动行为特质及其哲学上的抽象深意。若能在翻译中进一步融入铝霜对细微变化的敏锐观察和对未来结果的深刻警示，将更能完整展现坤卦出六爻的内涵。第四个翻译 The frost you tread on foreshadows the arrival of firm ice。 这个翻译中的铝霜以 the frost you tread on 突出铝的动态行为，生动展现了行动感，并强调行为者的主观参与。tread on 比 walk on 更富细节，使行动更加具象化。you 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了行为者的参与性，让读者能感受到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坚冰，翻译采用 firm ice 来表现冰的稳固特质，与原文中间的含义相符，凸显冰的坚韧属性，并延伸出哲学上的坚实意涵。不过，相较于 hard ice，firm ice 在具体形象上略显抽象。质的翻译使用 foreshadows the arrival of， 以隐喻的方式传达未来的哲学思考，语义深刻且更具文学性，比 foretells 更侧重于深层隐喻。然而，对普通读者而言，可能增加理解的难度。整体而言，这个翻译的亮点在于其强烈的动态表现与个人化的语气。
The frost you tread on 将读者直接置于行动情境之中，增强了与霜的互动感，突出了主观的参与性。再结合坤卦初六爻的哲学意涵，这句翻译不仅具象地展现了霜与冰的自然联系，还深刻揭示了事物从细微征兆到重大变化的发展规律，使翻译更加立体且富有哲理性。这4个翻译版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坤卦初六爻履霜坚冰制的内涵。第一个翻译 Walking on frost foretells the arrival of solid ice. 第二个翻译 When frost is felt underfoot, solid ice will soon form. 第三个翻译 Frost beneath your feet heralds the arrival of hard ice. 第四个翻译 The frost you tread on foreshadows the arrival of firm ice. 大家觉得哪一个翻译更贴近原文的精神呢？或者您有更好的翻译建议？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如何最好地再现这句经典名句的智慧。如果你对易经名句的英文翻译有兴趣，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译文。不论你是翻译新手还是老手，都可以展现你的创意与见解。我们会从留言区中选出精彩的译文，并邀请易语英华老师为大家点评，指出亮点与潜力，帮助你更深入掌握经文的精髓。这是个难得的互动学习机会，让我们在交流中彼此启发，共同成长。快来挑战自己，用英文诠释易经的智慧，我们期待看到你的精彩译文。